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菅义伟反悔了吗？第二个是美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案今天过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说啊。先说菅义伟，今天有几个媒体啊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啊，源头是哪里呢？源头是南华早报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菅义伟到底是怎么情况啊。那么美日峰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联合声明中强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啊。那么有各种解读啊，那么到了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啊，在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那么在野党的议员就询问这个首相菅义伟，日本是否会卷入台海军事冲突啊，以配合美国对抗中国的军事战略。菅义伟是怎么回答的？菅义伟回答说，美日联合声明提到台湾并不以军事介入为前提，这是原话啊。那么 NHK 的报道说，在野议员说，联合声明中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呼吁可能会改变局势。菅义伟又回答，他说，日本希望围绕台湾问题能够通过有关各方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啊。那么南华早报的大字标题啊就是这样 ：Japan troops won't get involved if China invaded Taiwan. PM Yoshihide Suga says. 中文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日本军队不会介入啊。从新闻处理的角度来说，南华早报的这个做法不专业啊。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这个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这篇新闻报道是有问题啊。第一个，菅义伟首相没有直接回答这个议员的问题啊，他问的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啊？如果台湾周边发生事件啊，就日本会不会卷入这个台海的军事冲突？菅义伟讲了另外一个话啊，菅义伟讲的是什么？他说这个美日这个联合声明强调台湾问题，美日联合声明提到台湾并不以军事介入为前提，这话对吗？这个话非常对。为什么？因为美日联合声明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没有说，因为联合声明关于台湾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到军事层面的合作，没有一个字都没提到。那既然没有直接回应，就不存在否认的问题。他没有回应他这个问题，他既没有说日本会卷入，也没有说日本不会卷入，他只是说我们的联合声明不是以军事介入为前提，这个话是没有错。讲的不好听，这就是你问我东，我答了个西，跟这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南华早报明显的就是把什么呢？把这个事实啊，就裁剪到他想要的样子，然后说一个他想要说的结论，跟参考消息一样啊。那么我相信是这样，现在日本所有的媒体都想搞清楚一件事，就是菅义伟首相和拜登总统签的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有没有包含日本会介入台海冲突的那个内容，所有的媒体都想知道。这本联合声明里面是没有写，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没有人知道。如果菅义伟首相想出来澄清，说我们的联合声明是不包含日本介入台海军事冲突的，他一定不会让南华早报出来讲，他直接找一家日本的媒体就讲了，而且在一个正式场合上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会是一个南华早报来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所以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啊。所以南华早报这个五毛报纸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那么出来给北京这个消除恶劣影响来了啊，这个行动是有政治目的的啊。南华早报这边报道还采访了2个人，我一起跟大家讲啊，否则的话好像不完整啊。他说他采访了2个人，一个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阿索尼啊，他说阿索尼认为菅义伟在台湾问题上处于困境啊，那么如果他什么都不说啊，那么有可能对美日安全联盟啊，就是美日安保条约产生负面影响。但与此同时，菅义伟需要向国内民众明确表示，日本不会为台湾而开战啊。那么围绕着台湾的这个军事冲突，日本的介入程度很可能仅限于后方支持，并根据宪法保持现状啊。那么他说，目前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只能进行渐进式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啊，就是阿索尼啊。那另外一个是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啊伊藤裕子，他说，伊藤裕子说，菅义伟首相目前被和平宪法束缚了手脚啊。根据宪法，参与涉及台湾的军事活动是不允许的，违宪啊。但台湾的紧张局势显然是在加剧。如果我们只是在中国袭击台湾之后才开始讨论修宪，那就太晚了啊！这是他就很激进，他认为应该你要是做准备，你现在就要修宪啊。那么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国的制裁威胁可能会考验日本对台湾的决心啊。那么四川和平基金会的这个研究员小原凡斯啊，他这么说啊，他说美日峰会之后，中国将日本视为美国的伙伴啊，而且他们正在对中国发起联合挑战啊。中国仍然在权衡自己的选择，但很可能会加大各种压力啊，那么反对日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啊。那么日经亚洲评论说，如果中国打击日本，日本企业可能会首当其冲。菅义伟将如何与日本企业沟通，共同面对政治风险，这是美日同盟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啊。大概这篇报道就是这样。我们来分析一下日本现在的情况，当然主要是要分析一下菅义伟首相的处境啊。那么当然毫无疑问，菅义伟首相现在有点被动啊。一方面呢，他要做交代啊，但是话也不能说透，但是话也不能够说的太不透，就是你说的太透也不行，你说的一点都不透也不行啊。那么这一头呢，日本人并没有准备好为台湾跟中国开战。但是美国人，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跟美国不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呢，美国人也不会放过你啊。所以菅义伟在中间掐在中间，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说不好呢会失分啊。说好了，当然大家都觉得挺好；说的不好，大家觉得都不好，可能里外都不是人。所以就现在这个菅义伟政府现在有点被动啊。如果你辛辛苦苦的跑了一趟去美国，跟他签了一个联合声明，然后你跑到国内说，我啥都不干，我啥都没干，你不都白跑了吗？这一趟啊，所以这是有点被动啊，有点难过的地方啊。当然，所有的政治家都要面对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你明明手上握了个东西，但是条件不成熟，你就不能说。但是呢，这个时候外面的政治压力又很大，怎么办？扛呗啊！这是第一。第二，美日峰会毫无疑问是更新了美日安保条约的内涵啊。这个内涵的核心之处是什么？就是把台湾
放到美日联盟中间去啊，也就是说，日本被带到了台湾海峡，我们可以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但是这首先是政治层面，你从政治层面要变成一个军事部署，那还有一段路要走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现在就说今天我们种下一棵小树苗，晚上我们就准备去锯这个木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对于日本来说，介入台海并不是有很多的选项。刚才那个网友说，刚才前面那个叫什么？阿索尼啊，阿索尼说这个可能日本只能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这个不 make sense 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想一下啊，美日是同盟关系，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假设美国介入台海，日本不进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盟国啊，只要美国跟任何一个国家打起来，日本义无反顾都得支持啊，不管什么程度的支持，这是第一个，你说是不是？安保条约讲得很清楚啊，他们是盟国啊，同盟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你想一下，你能拒绝美军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吗？你不能拒绝吧？那如果美军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向中国大陆，我们假设哈，这是假设前提，发起攻击，中国就因为那是日本就不攻击它了吗？肯定要攻击吧。那么如果中国从它的本土向攻击日本的美军基地，日本会不会反击呢？那一不小心打歪了怎么办？那你还不要是不是要反击呢？这里面就非常的复杂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把这事情想象一下，你就知道，其实日本说我置身事外，台湾跟日本的冲绳就100公里，能置身事外吗？一定不能置身事外。认为日本可以置身事外的，那就是鸵鸟。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这一圈下来，整个东亚这一圈下来，谁都走不掉，日本走不掉，韩国也走不掉，美国当然不用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选项并不多。这是第三、第四。菅义伟去美国之前，现在这个情况他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他肯定清楚得很啊。他去之前，他回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非常的清楚。所以你觉得他完全不清楚外界会怎么猜，或者他完全不知道，他从美国回来之后，日本国内所有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他怎么可能说一句他不想说的话，或者他会说一句他不想表达的意思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新闻当中，南华早报失去了它的专业性啊，失去了它的专业性。所以菅义伟首相的这个做法是什么？他其实不是很技巧。菅义伟的首相的做法是去美国把这事办了，把它变成既定事实。我们先按下不表，慢慢来，慢慢做工作，一步一步来实现。他不可能一天就做完，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一步一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不是一天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这样，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大起大落、大转弯，没有，不存在。如果今天会有这样的大转弯，菅义伟首相根本就不会去美国。如果连这点预判都没有，当什么政治家？你说是不是啊？好，这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啊。第二个就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22号高票通过跨党派议案，叫战略竞争法。
那么由民主党、共和党联手推动这个法案，目的是什么？确保美国在未来全方位的应对中国的挑战，反对中国对台湾与区域的野心啊。那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没有公布这个通过的这个版本，但是在15号公布了一个草案的内容。这个草案的内容非常的庞大，这个法案有281页啊，共分5大章。涉及的议题包括什么呢？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啊，恶意影响力的攻击，数字威权啊，军事扩张，对台野心，压迫香港和新疆等啊。那么我会把这法案里面的一些比较突出的议案讲一下啊。2022至2027财政年度，每年拨款1500万美元，协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分散供应链啊。然后是拨款7500万美元，在印太地区推动发展具有永续性、透明与高品质的基础建设，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就美版一带一路啊。每年拨款3亿美元，对抗中国在全球的恶意影响力攻击活动啊，每年拨款1亿美元，供美方资助啊，供美国政府资助支持驻外媒体建立独立媒体，投资有关能够规避言论审查的技术，对抗中共的媒体战、信息战啊，1年1亿美元不少啊。那么针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法案警告，印太区域军事平衡越来越不利于美国，统一台湾是中共达成区域霸权野心的关键一步。中国收复香港之后，可能加快对台湾的行动时间表，防卫台湾变得更加迫切重要。防卫台湾有助于限制中共将军力投射到第一岛链以外区域的能力。美国应强化印太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包含支持日本发展远程军确火力，鼓励并促进台湾加速取得不对称防卫能力等。为了进一步加强美台之间的伙伴关系，美国政策应能够认知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推动台湾安全与民主，那么关系到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啊。然后是美国应定期对台军售，并积极推动台湾有意义的参加国际组织。法案提出，美国政府应给予台湾与其他国家政府相同的待遇，同等待遇。美国国务院与其他联邦机构应以与其他国家政府往来同样的基础与台湾民选政府往来，并使用相同用语和礼节。很具体啊，美国政府不应限制国务院和其他单位与台方直接定期互动的能力。法案补充说，法案内容不应该被解释为需要与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恢复建交，或者是改变美国政府在台湾国际地位上的立场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2022年财政年度拨款1000万美元，供美国国务院促进香港民主，也将扩大新疆制裁，把强迫劳动、强迫劫狱列为要被美国总统点名制裁的行为。在美国在今天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上，民主共和两党的重要人物都分别发言啊，所以这个高票通过，只有1票反对。投反对票的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啊，他是唯一投反对票啊。那么这个法案可以被看作是最近1-2年来最重磅的对抗中国的一个法案啊。那么其中有一点特别，克鲁兹去上一届国会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啊，没来得及过，所以他这次一上来就把这个修正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直接放到这个里面去啊，用修正案的方式打包放进去，结果被采纳了。
然后它这个内容包括什么呢？让台湾外交军事人员能够在美国领土展示国旗，穿着制服，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法案啊。那么这个法案会改变很多事情现在这个法案呢，就是参议员现在外交委员会通过之后，就交给全体参议员投票，投票过了呢，就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那么我们再讲讲我今天上午本来想讲的一个题目，我今天上午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晚上来讲讲先讲另外一个，先讲一个，今天有网友在我们的留言区提说我今天上午说我们今天没有大新闻，说都是 small potato 然后有人就反驳我说，谁说没有大新闻？你看弗洛伊德案子不是大新闻吗？你怎么不报道？你要等到这个叫什么会员节目再说吗？那第一，我讲美国新闻呢，就有人反对说我不熟美国，那我不说呢，又说我没有说你们最好商量好，提统一意见好不好？这个我有的时候有点为难。那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案子现在是美国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么美国的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报道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太多的选择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所以我不报道的原因，这是第一。第二，当然我知道那位网友在留言区的那个留言并不是他指望我去报道他是要我来做政治表态经常我会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我去表明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呢，老实讲呢，我就不喜欢政治表态，因为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表态其实对他的新闻报道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有政治立场，你就会影响你的中立的立场，中立的态度。所以我一般不做政治表态。但是既然网友提出来，我觉得我也要我要给大家一个说法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那段评论那段留言之后，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怎么去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正好我今天看到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推特上一个网友他转发了一个黑人民权领袖的一段话那么他没有说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因为我不熟这个人，我看到他照片。他这么说他这段话是这么说，他说把一个警官送到监狱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杀人可以毁掉一个家庭，把人送进监狱也是毁掉一个家庭，这是我们美国的悲剧。我们需要行动来制止防止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这才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个话说得非常的好。大家知道我在美国大选的期间，我讲过一句话从头到尾我都坚持这一点。我相信美国的司法体系是能够公正的审判案子的。我不就个别案例进行评判。为什么？我没有去研究这个案情，我没办法，我没有资格去评判这件事情，所以我不去评判。但是我信任美国的司法体系。然后我的看法，我觉得关于弗洛伊德这个案子的判决，这位黑人民权领袖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上午说的是什么？上午说的是我在推特上的一个网友叫李俊李俊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可以开大货就在美国开大货，很厉害然后他的推特上发了一段话，他说发现黄飞鸿花生这就是花生米，其实是花生米的一个商业花招
什么花招呢？花生里混杂的原本应该是辣椒，但其实是西红柿皮啊。他说我开始没有注意，因为爱吃辣椒，所以呢吃花生的时候就拿了几个干辣椒来嚼，开始有点辣，嚼着嚼着竟然嚼出了西红柿的味儿啊。那么因为配料中有干辣椒而没有西红柿皮啊，这种情况，然后就有人在留言，我当时看的我就在那笑啊。中国有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没有鸭血的鸭血汤，比如说没有鲍鱼的鲍鱼汁啊，比如说没有鸡的鸡汁等等，很多中国有很多这种，大家就叫它假冒伪劣啊。那为什么会有假冒伪劣？那么这里面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现象。我今天要讲这个，其实要讲一个经济学的现象，就是说大家知道，你在很多地方会看到这种假冒伪劣，但是在很多地方又看不到这种假冒伪劣啊。基本上你在美国的超市里面，基本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非常普遍，不是一般的普遍。就是说中国人讲，就是你不管怎么大国崛起，你的食品安全是得不到保障。为什么？我就讲这个黄飞鸿花生，嗯，我不应该讲它名字啊，就说这个花生来说，作为一个曾经开过餐厅的人啊，我知道一点，我知道一点是什么？如果他吃到的是西红柿皮的话，那就意味着这里面是没有辣椒，干辣椒的。没有干辣椒，知道什么意思吗？没有干辣椒，但是又很辣，它是有辣味的，对吗？就是干辣本来是干辣椒产生辣味，但是它其实是一些花生皮，样子很像干辣椒，但是呢，其实不是干辣椒。那辣味从哪里来？辣味其实就是辣味剂，就跟辣味剂是什么？辣味剂跟甜味剂是一样，就是化学制剂，吃上去是有辣味的。我们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wasabi 芥末，芥末辣嘛，芥末辣，大家都知道芥末很辣，会呛出眼泪来，但其实不是的，芥末，世界上最好的芥末出自于广西文山啊，广西文山出产世界上品质最好的芥末，芥末的样子像什么？芥末的样子有点像生姜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把那个芥末拿来，就是日本的很多餐厅，他们根本不用芥末辣，不会用那种变成有点像番茄酱那种芥末，不会的，他们直接就是一块芥末磨给你，你尝一下磨出来的那个芥末，只有芥末的香味，稍微有一点点辣，不辣，不是那么辣。我们尝到的芥末的辣是哪里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种辣味剂加进去了。所以芥末你尝的非常辣的芥末，那就是加了这种东西。同样的道理，这个花生里面明显是没有干辣椒，但是它的辣味从哪来？就从这里来。中国的很多的食品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以前开餐厅的时候，餐厅的我去面试我们的厨师长，中国大部分的厨师长都会吹嘘他的本领是什么，就是用1块钱的材料做出10块钱的味道来。中国的所有的厨师长都是以这个为卖点，向他的老板推销自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经济现象。经济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经济现象？大家知道，市场都是竞争的啊，市场竞争必须在一个前提下发生，发生在什么前提下？就是我们不能弄虚作假为前提，对吗？因为比如说市场竞争，它遇到2个环境，一个环境是什么？购买力的问题啊，购买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大家的购买力是什么水平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所有参与市场的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手
要考虑对手，对手在干什么，对手用多少钱进入这个市场啊？这大家都知道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对手用，比如说大家的购买力是2块钱，那么对手卖2块钱，你会卖多少钱？我也会卖2块钱，那我们可以和平相处，我可以挣到钱，你也可以挣到钱。突然发现对手突然我的生意比你好的时候，对手突然把2块钱变成1块8，1块8什么意思？1块8就没有钱挣，因为2块钱是我们挣钱的利润点，变成1块8的时候呢，就没钱挣，没钱挣怎么办？没钱挣，那你想一下，你如果没钱挣的话，你不会做这生意，那你怎么办？那你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降低，你把成本降下来。你本来说，假如我是卖包子，我做包子铺，我们一个包子呢，原材料加上人工加上铺租加上灯油火蜡这些加在一起，一个包子我的成本大概是1块5，那么我得卖多少钱？我至少如果整个的所有的成本都加在一起的话，我大概可能要卖2块5，啊，1块5的成本我要卖2块5，我才能够保持一个利润，因为它有商业风险。大家不要以为这挣很多钱，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啊。那这好2块5，好，那我如果按照2块5去卖的话，我就要看我的竞争对手。如果我的竞争对手卖的也是2块5，我就按2块5卖。突然有一天他卖2块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想一下，你按照2块5，你才能够盈利。他卖2块钱，要么他就是没有利润，要么他就在做一个动作，他降低了他的成本。那降低成本的话，你要知道，你一个包子铺，它通常它的所有的成本都是最低的了。那唯一能所有的成本都是降不下来的，都是刚性的，人工成本、水电这都降不下来的，铺租降不下来。那它怎么降的呢？它只有一个办法降，偷工减料，就是把原材料成本降下来，这个是大头。那你就是把原来的面粉换一种面粉。可是如果你原材料降下来的话呢，你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口感会下降，就是产品的品质会下降。可是如果它产品品质不下降，意味着什么？它就做了坏事。你比如说，我买面粉，原来一袋面粉100块钱，我就买了250块钱的面粉，50块面粉揉出来肯定是很丑的，又不白，口感又不好，那怎么办？哎，市场上会有个东西叫增白剂，把增白剂加进去，看不出来，一样的，甚至比那个还好看。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然后他就开始卖2块钱，那我怎么办？如果我必须卖2块钱，否则的话没人买我的包子，为什么？因为大家的购买力就是个水平，就是2块5或者2块钱，或者是大家的消费力都很低，大家都在追逐便宜的东西。于是呢，我也降到2块钱。降到2块钱的时候，我们都在用很差的面粉，然后都在往里面加增白剂。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他的生意又不好了，我的生意比他好，我的技术比他好，他怎么办？他卖1块8，他卖1块8，你看他又在降成本，降什么成本？猪肉。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国卖包子曾经有猪肉馅是用纸皮做的，就用大量的调味料，你完全吃不出来，家里面加纸皮混合一下，反正肉末都剁成很碎，大家根本吃不出来，就有这种情况。啊，肉就开始去市场里买那种边角废料，很便宜，那种非常便宜，一下子成本就降下来，然后加大量的调味料，吃不出来，因为他是行家，你不懂。结果大家就发现，你就会发现，这市场上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有没有2个东西导致了这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消费能力。消费能力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看哈，当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能力是非常疲弱的时候，大家竞争靠的是什么？主要靠的是价格。价格竞争有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消费力是非常疲弱的。
他就买得起这个价钱。这第一个。第二个，政府没有执法，就是说有人用这种方式降低成本不被抓到，当他不被抓到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大行其道了。当大行其道的时候，政府就更没办法做执法了。这就是中国市场，你可以看到鸭血汤里面没有鸭血，然后这个各种调味料，从食品到酒，什么都是这个，原因是一模一样，所有的原因都是一模一样。第一，消费能力有限。我经常讲一个字，穷。穷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选择便宜的东西，或者是他就算是有钱，他也会选择便宜的东西。那他在他这个消费的这种取向上，他没有改过来。虽然他有钱了，但是他原来穷的时候形成这种消费习惯，他也改不过来，他就是买便宜。所以价格竞争成为市场竞争非常基础性的手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政府没有去执法，没有把这条底线兜住。你比如说，如果政府其实想执法的时候很容易，为什么？你把每一个产品它的基本成本算一下都知道。你比如说包子，我就举包子这个例子，包子你大概算一下就知道。比如说包子一算成本是2块钱，这个行业就是2块钱的成本。那好，我知道了，在上海一个包子这么大的包子2块钱的成本，你必须卖2.5块以上，你才能挣钱。你低于2块钱，你这包子的品质是有问题的。你就到这市场上去看，只要低于2.5块的包子，你就去查它的原材料，保证有问题。如果政府用这种态度去执法，很容易，其实非常容易。你比如说像花生米，花生米本来你一算，你这一包的花生米怎么着也得卖1.8块，结果他卖的1.5块，你就去查它，保证原材料，就这个干辣椒，干辣椒没有就变成西红柿皮，那它没有一个自己既定的这个市场监管的准则，那市场就没有底线，就出现的是什么？这就是非常大家熟悉的话，叫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这么发生。所以你最后在市场上看到的全是劣币，良币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不可能再有良币存在，因为它没有竞争力。这就是消费力不足，加上政府不执法，在中国市场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了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那么有人会说，那茅台酒卖的那么贵，为什么它能站得住呢？不是说没有消费能力吗？消费能力不足吗？问得好。茅台酒不一样，大家知道茅台酒它不仅仅是一瓶酒，它赋予了很多东西在里头，它可以拿来送礼。大部分喝茅台的人都不是自己买的，这就是为什么茅台酒可以卖得这么贵的原因，因为喝的人都不买。所以茅台酒它为什么会越卖越贵，茅台酒厂的这股票越来越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根本不是酒，它虽然是拿来喝，但它不是酒，它已经变成另外一样东西。那么有人把它买来存在那里，就当存股票一样存在那里啊。所以很多人在买这个动作，有的人在拿它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茅台酒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酒的属性已经占它的比例不多了，少于10%。所以你说茅台酒为什么越来越贵的原因就在这里。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关于这个西红柿皮的故事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其实讲到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你在西方市场上，
你在美国市场你就没有看不到这种现象。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只说食品，为什么？因为罚得很厉害啊，所以大家不敢啊，大家都不敢弄虚作假的话，那所有的大家都会，我的成本跟你的成本是一样的。我卖2块钱，你最多卖1.9块，你少挣一点，你量大一点，你可以卖1.8块，但是你不可能卖1.5块，你要卖1.5块，你没钱挣，甚至赔钱，那你怎么会做这件事？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在美国市场，你看牛肉干是多少钱？差不多的。那有往上跑的，没有往下跑，因为那个底在那里，成本在那里，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不吃东西越便宜越好，东西越便宜越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啊。观点与军事战略观点分析，台湾若被中国侵占，日本是不可能保住钓鱼台的。日本人没有傻到不知道，只是现阶段台湾事实并不在中国手里，日本利益还没有受损，所以没必要刺激中国陷入军备竞赛。美国的思考大致也是如此，只要中国犯台意图能力都不行，美日只是愿意保持战略模糊，给阿 Q 留点面子，避免所谓的军备竞赛消耗。但只要中国天真的想要动手，美日就会清晰的告诉中国，他们会介入，借此逼退中国，这就是台海现况。OK， 非常有逻辑的一个判断。我希望我们的网友，你看现在我们的网友现在对一件事情的判断，都已经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厉害。观点，我们台湾有63%的人民都认为中共不会或不敢侵略台湾，还有国民党支流的力主绥靖政策，如此国内情势，就像老师说的，危机意识还不够，根本就没有足够对抗中共的决心。这样的台湾自助尚且达不到，怎么能要求别国来帮我们呢？希望台湾人民快点觉醒。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武力很重要啊，台湾首先要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武备啊，保证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全是建立在武备的基础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除了武备很重要，武备是基础啊，武备是基础。台湾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备啊，其他都没有意义啊。先是要有武备，第二要有什么？要有心防啊！台湾岛内、台湾国内要团结，要有共识，要战斗啊！要战斗，要有战斗的意志，要有战斗的意念。如果没有这个，那怎么可能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这个网友说的这个观点。就首先要有心防，要有意志，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行。问题，同盟协约关系是美国保护日本，日本出兵还没有在日本宪法、法理和军力配置层面实现，对吗？是的，非常正确。日本的和平宪法，在日本和平宪法之下，日本是不能够出兵海外啊，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你说你让菅义伟怎么说，对吧？啊，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说，现在只是在政治上完成了第一步，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这一步，后面就不存在。先完成这一步，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实现。啊，就是这个啊。观点加提问，王老师今天上午开玩笑说维多利亚是共产党在执政吗？我笑喷了。其实维州的执政党工党在政治光谱上是偏左的政党，和新西兰的执政党工党一样，他们的立场是亲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问
是不是政治光谱上偏左的政党都有亲共倾向？这么问也许很片面，但是王老师认为呢？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啊，是你们告诉我这是工党，我不知道那是工党，我没有把这新闻沉得那么 detail 啊。但是我觉得维多利亚这个又跟中共签协议，又跟这个叙利亚签协议，又跟伊朗签协议，明显看得过去就像共产党嘛，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我并没有了解啊，这只是碰上了啊，只是正好它证明了我的猜测啊。至于说工党是不是偏左，我们说的那我们讲的左和共产党的左完全是两回事啊。民主政治光谱中的左和右，和中共所谓的左和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OK， 啊，所以他亲不亲共，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左和右跟亲共是没有关系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亲近感，但其实理念是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啊，理念是完全没有风马牛不相及。观点：美国终于不装睡了啊！当时的2758决议文只是署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二战期间的开罗会议并没有各国元首签认的开罗宣言，是以也没有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这件事，而后期的旧金山合约也没有将台湾的主权明确定义。再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于1936年，当时的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湾也不属于该宪法中的固有疆域。台湾应该只属于住在这个土地上的所有族群所有共有。OK， 观点楼上说，澳洲左派党的网友有一点过于简单的一刀切。目前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是左派政党执政，但并不是说左派政党就天生亲共，且当前中国的共无非是当权者利用公有制，通过央企牢牢地把财产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不停利用阶级斗争把民众打为一盘散沙，这是中国特色的共，和西方左派的平权自由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我的观点跟他是一样的。西方左派重视社会分配，给穷人派福利，但基础还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这一点和土共有本质的区别，非常正确。就是我们讲西方国家的西方政治光谱中的左和右的关系，跟中共的所谓的左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啊，没有一点的关联啊，只是用了相同的词语而已啊。提问：请问老师，议员们为何在法案中特别指出不建交这件事情？不说明保持模糊不是更有筹码吗？那美国国会通过的所有的议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只是提供政府执政的工具，它并不去干涉政府的执政权利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他如果有干涉政府执政权力之嫌，总统有权不签，理解吗？所以呢，他会很小心的处理，如果涉及到政府的权利的时候，他会避开。你比如说，在这个议案当中，涉及到对台湾的战略定位，我不提，我没有要求政府去把台湾变成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把这件事情撇开，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政府这件事情意思是什么？这件事情还是由政府来定，就这个意思。OK 啊，观点：假设美军从冲绳的军事基地对大陆发射导弹，中美就进入战争状态。基于日美安保条约，中日自动进入战争状态，所以中日关系的好坏，其实是中美关系
OK，好吧。观点建议王老师还是多讲中国，因为美国的新闻翻墙就能看到，而中国的新闻需要解读。OK，我讲的还不够多吗？提问王先生说过，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他们的政权，但是所做的一切却在毁灭自己的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已经趟过一遍这条河，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趟一次？没有记忆吗？不是很在乎历史吗？他在毁灭自己的政权。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他是在毁灭他的政权？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延续他的政权，然后又说他在毁灭他的政权，你能再说一下吗？好不好？我不理解。你说中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延续他的政权，但现在所做的一切又在毁灭他的政权，我有这么说过吗？我是说，我是在说什么？我在说，他有很多的政策是相互矛盾啊。那么当然，他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做一件事情，保住他的权利啊，维持他的政权是一回事，保住他的权利是另外一回事啊。维持一个政权就是国体国家，保住他的权利就是他的独裁的权利，比如说他唯一的执政党，那就是他的权利啊。政权跟权力是不同的东西。对中共来说，他的权利就是执政党的地位，他的利益就是执政党的地位。那他建立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是个政权。OK， 好吗？观点：国内一次性打火机30年前1块钱一个，现在也是1块钱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假冒伪劣产品冲刺的拼多多异军突起也是啊。情况：包子馅里加纸皮是发生在北京，我那个时候住在那里，看到电视台的细节报道。观点：我住在南加州，问一著名华人超市，卖的茅台会是假的吗？超市经理答：我们每天流水要几百万，万一有假的，政府来查，我们不值得干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就讲就是犯罪成本啊，就是风险成本。当你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获得一个利润啊，做一个坏事可以获得利润，然后但是你做这个坏事会有风险，如果它风险足够大，你就不会去做这个坏事，因为这件事情成本太大了，成本太高，算一下这个回报率不够，做不合算，所以呢，执法很重要啊。执法其实是我们叫执法叫阻吓，阻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执法力度足够大，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犯罪的成本或者是犯罪的代价太大，就形成一个阻吓的压力，他就会主动的不做，因为所有的其实做这件事情的，他都是在做生意嘛，造假也是生意的一部分嘛，啊。情况想到国内原来一个玩摇滚的朋友，后来开餐厅，进的死鸭子居然1块钱一只，完全不敢想象，还专门看着厚黑学的书，为了赚钱可以出卖一切，果断绝交啊。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啊，真的很多。就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如政府不执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所有人都在干这种事情，所有人都在干这种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不干这种事情的人就挣不着钱，最后他破产，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情况之前回国的时候，在淘宝和噗噗上买了名为澳洲牛肉的商品，价格大概是150克60元，算是比较贵的。结果吃的时候根本不是牛肉的味道，更像是合成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最坏的，就是用一个不偷工减料的原材料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是价格卖一个假冒伪劣的产品给你啊，这是最坏的啊。观点：王老师今天聊起食品，
其实现在很多加工食品，比如各种零食、熟肉、饮料，几乎所有包装好的食品，里面都是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无论在哪个国家生活，都建议大家可以分出一些时间为家人或者是自己准备饭菜，减少加工食品和化学调味料的比例，多买新鲜的最原始的食材，购买有机的食材。燕窝鱼翅并不带来健康，而新鲜安全的食材才是餐桌上最好的朋友。Eat to life, don't live to eat。非常正确。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中国人的一些饮食习惯啊，饮食习惯呢就越单一，你从小生活的环境，你的饮食习惯越单一，你对这种口味的这种感觉越执着，理解吗？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食物的范围越广，你对某种食物的执着程度就越低啊。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内的网友到了海外，他还是爱吃那一口，那口不健康的食物。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他的食品非常的单一，他就会非常的执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尽量自己做，尽量自己去做，这样至少你能够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这个过程当中的健康的问题，尽量的还是少买了。好，现在很多其实跟那堵墙一样啊，中国超市还是会把很多大量的中国的食品带到美国啊海外来。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大家还在吃着原来的那些不健康的食物。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我们尽量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吃新鲜食物啊，多去几次超市，然后买新鲜食物，新鲜的吃啊，用简单的烹。其实以我的经验哈，新鲜的食品不需要太多的味精啊这些东西，新鲜的食品就简单的工艺就很好吃。我举个例子，三文鱼啊，就是三文鱼就是叫什么？然后国内叫大马哈鱼啊，三文鱼啊，三文鱼没有多复杂，两面煎一下，火不要太旺，不糊，煎一下，撒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非常好。小孩都爱吃，对吗？多少都是很简单，又不贵啊。观点：食品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食品标示的法律制定。在内地，经常看到一种叫调和油的食油，包装没有标示什么成分合成品，这样的商品在香港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成分，包括哪一种添加剂都要标上，消费者可以自身要求选择。中国大陆这些东西，没有人检查，你怎么可能？你有什么用？有规定的，有法律规定。中国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顶格，一顶格是什么？所有人都做不到，做不到就全部东西作假，全部东西作假的结果是什么？他执法都执法不过来，他根本没有制定这法律的时候，他根本没想着去执法，他就觉得需要搞钱的时候，随便抓一家，都一定能够罚到钱。情况加提问：这2天有培训机构打电话要我考2级消防证，说今年首考很好考，考到证挂靠出去，每年可以躺赚3万，我觉得不靠谱。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挂证就倒霉了。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国内的证件挂靠的乱象？这就是权力寻租啊！这权力寻租啊！这个逻辑很简单。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请一个有资格的人来做，这个没错。你这个能有资格的人必须到我这里考试，考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就就是所谓的挂证。但是问题是，如果他真的很难考的话，真的是有专业资格的话呢，这些人会考吗？不会考。
说明什么？就是随便就能考过的话，才会有这个产业链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考证的环节出了问题，所以整个的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中国的很多的制度都是这样，所以它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会有火灾啊。观点：民主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体制，能够长久吃民主这碗饭，无一不是继承着民意的精英。而中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做的坏事越多，越能够得到认同，能够长久吃中共这碗饭，无一不是坏蛋。所以，请大家不要把中共的左来套民主的左。OK， 观点。劣币驱逐良币还表现在普通人的认知上。曾经有一些公知能够唤起一些普通民众的良知，现在所有的人都学会审查和自我审查，你不跟他们保持一致，就会被驱逐出圈。提问：我理解当初给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为了让大国能够留在联合国，不会因为某事件令联合国分崩离析。时至今日，否决权存在有无必要？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我怎么看法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这是现实，你怎么改，只要他不高兴，一票否决就改不了。所以，联合国现有的机制，老实讲，大家知道联合国这个平台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基础上呢？建立在一个大家都是君子的基础上。那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么我该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么有些太难看会是什么呢？就会有些政治影响。那么你政治影响，你可能在回国之后呢，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政权，因为民主制度。那如果中间碰出一个臭流氓怎么办？实际上，现在联合国现在这个机制是解决不了臭流氓。如果臭流氓成为安理会的成员的话，你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你啥都通不过啊。你就像现在，缅甸能通过什么吗？什么都通不过。所以，联合国这个机制是建立在大家都是君子的前提之下。可是你这里面明显的就是有臭流氓，那你实际上这个机制是没有效果，没有办法发挥联合国应该发挥的作用的。你连缅甸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俄罗斯大军压境在这个乌克兰的边境，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联合国本来安理会你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能解决吗？俄罗斯自己是常任理事国。所以联合国需要改革吗？需要改革。大家想一下，应该怎么改？如果是以多数为单位来决策的话，也有问题。但就小国就天天就出卖他们的原则呗。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现在这个机制，你混进去一个臭流氓，你就整个机制就崩溃掉，就是这样。情况刚刚得知，一个朋友得了糖尿病，才20来岁，身边很多人都是癌症、甲状腺类疾病、糖尿病。我家是粮食产地，现在庄稼用药量很可怕。我夏天路过稻田，总会闻到刺鼻的药味，这是小时候没有的。以前还有青蛙，现在稻田里青蛙也没有了。问题：王老师，看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和你的节目。工商银行在4月20号提出5月23号没有开通贵金属交易的，日后不能开通。之前把纸黄金取消了，现在要把积存贵金属交易的全部关掉。请问为什么？为什么要限制老百姓购买贵金属？它不是限制老百姓买贵金属，它是限制之前发生过这个其实是期貨交易啊，就是你看纸黄金其实是期貨交易。期貨交易呢，如果中间出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中国银行上一次因为调仓的问题
导致一个巨额的亏损。那么中共现在的说法是什么？中共现在就是只要有可能产生群体事件的事情，全部都不让做。就中国银行就把这个行业给毁掉了，就是让这些老百姓投资用某种方式参与的期货交易，纸黄金就是其中一种。所以他现在为什么限制老百姓买贵金属？其实不是买贵金属，是参与期货交易。为什么会发生群体事件？那么对中共来说，发生群体事件就影响政权稳定啊，所以就不让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啊。中共现在非常小心的，就是把所有可能引发任何群体事件的事情，全部都得摁住。这就是叫什么？求生欲非常的强啊，大概是这样啊。好，明谢，丁建军，谢谢，魏唐，谢谢 ，Hobby 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